民法典让法律 easy 点，让烦恼少一点。老板，我跟你说，我又赔了5万块。哈？就是我跟我闺蜜一起办那个单身趴嘛，我们大概是10万块，他就收了我1半的定金，大概5万块。无菜单米其林料理餐厅吗？对啊，然后订了之后呢，因为我其中一个朋友他就是路上塞车嘛，他也不让我们先进去，他就说一定要全部到齐了才可以进去。结果我朋友就晚到5分钟，然后店家就不让我们进去然后他就把我的5万块定金全部收走了。哇，太扯了吧！你们没有现场抗议啊？有跟他说，可是他说这个就是他们店家的规定啊。哇塞，这大概是史上最悲剧的单身趴。我跟你讲，我帮你讨公道啊！讲到这个复杂的法律问题，我们一定要来请教谁呢？民法典让法律 easy 点，让生活容易点，让烦恼少一点。最近这个事情也不是小指才发生啊，也还有这样有一个米其林餐厅，他收了7600啊，然后结果呢，民众到了现场啊，却因为呢迟到5分钟啊，他跟他太太呢自己很早之前就订了，那起初呢不想把事情闹大，结果呢餐厅呢就是不退定金，忍无可忍，最后告上法院了，那结果现在就曝光出来了，可不退或退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啊？其实我们的法律规定呢，其实很先进啊，因为我们有这个所谓的消费者保护法。前一阵子爆出来米其林餐厅的这个争议事件呢，我们看到这个消保官也有出来发言嘛，里面呢，在我们的消保法里面呢，它也有规定啊，他说如果这个你跟契约里面跟这个店家里面的这个契约的约定，因为现在流行就是上网。上网去定位，那你在上网定位的时候，有时候他就会告诉你说，它的条件是这样，好像米其林餐厅，它其实就是类似的情形。所以在网站上面，当你定位的时候，你就点选你同意的它的这些的一个条件。所以呢，这个店家呢，可能就觉得很理直气壮，就觉得说，你当初定位的时候，我们就有这些的这个合约的规定，那你也同意，就是说，如果你不是全员到齐，或者你迟到的话，那我就有权利把你的这个定金没收。那店家呢，也就根据这样的规定，他就去执行了。但问题是说，在我们的消费者保护法里面呢，它就有规定哈，它规定就是说，如果你跟店家的这个约定，因为我们叫做定型化契约了啊，为什么定型化契约呢？就是说，其实是一方。他就直接制定了，那你大概进去定位的时候，你大概也只可以点选，就像我们那个 Apple 这个电话也是一样，你的 term and condition 你就按同意，不然他不会走到下一步去嘛哈。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如果他跟你约定的这个条款的内容呢有显失公平，有显失公平的情况，那什么叫显失公平？就是说你按照一般的这个社会的常理，你认为最后面你约定这个事项呢，其实对于消费者不公平的时候呢，那这个约定呢，它会变成一个无效的约定。好，那另外呢，我们提到的就是说，除了消费者保护法之外呢，它对于定息它还有另外一个定息的这个规定。它里面有讲说，你在定息的时候，你有什么东西是应该要记载的事项，什么是不应该记载的事项。里面也有提到，就是说你的定金的收取的部分呢，最高你不可以超过20%。也就是说，将来你要在没收定金的时候，你没收的金额应该不能够，因为定金既然不可以超过20%，它的上限就是20嘛。但如果你要求的是5000块钱的话，你不能够说因为你定金是5000块钱，所以我把你5000块钱全部都没收掉。对，高昂的超过20%，显然不合理定金被没收，其实直接是违法的咯。对。而且它法条上面规定的很清楚，他就说你这个约定，好像我刚刚前面提到消费者保护法12条里面，它就有规定说，当你有这个显失公平的情况之下，在定型化契约里面，你有这个显失公平的情况之下，那个规定会是无效的。直接作废就对了。直接是无效。他如果按照那个规定去请求的话，他在法律上面，因为他没有一个有效的合约的规定，所以呢，他的请求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那你应该要还归还定金，对，应该是这样的情形。所以，其实类似的情形呢，在现在的法院里面呢，其实已经有类似的这个判决存在，只是说我们看到很多的民众呢，在过往常常就是说，因为去吃个饭啊，是因为心情愉快啊、开心啊，所以呢，碰到这种情形的话，大概也就很气。
你知道，但是也就不了了之，只能去旁边吃麦当劳，也就不了了之了，好像这样。但是实际上面来讲，其实我们的相关的法律规定呢，其实是非常明确的啊，这是第一点。那其实，在你提到的这个米其林餐厅的这个案例里面呢，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个情形就是说，对于那个菜单的部分，他不是讲说什么芦笋啊，加什么东西之后，一盘是什么780块钱，然后觉得太贵。这个跟我们前面讲的又不一样又不一样。比如说你现在去外面订餐的时候，常常网络上面除了餐厅定位之外，它对于它的菜的部分还有它的价格，其实都已经标示出来嘛。你也可以不要那个菜啊。你也可以选择，所以你是一个有选择性的，跟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那个你那个定型化契约，你就没得选，要么就是 yes， 要么就是 no 的情况是不一样。那如果它的重点是在于，当那个的约定，因为这个取决于这个餐厅它在安排的时候它是怎么样安排。如果说它的这个安排的情形呢，让你完全没有办法选择。那你就会觉得说，那这个对消费者来讲它是不公平的。可是如果说你其实是有选择性的，你是可以决定这个菜780块钱你不要，那因为你可以点别的，对不对？在那种情况之下呢，它就又不一样。如果你是一个有合法的、有效的约定的前提的话，那它还是有效的。即便你认为它贵，那你认为它贵，你就不要点它就好了，对不对？可是如果说它是没选择，就是我给你什么，你就要吃什么，那就是又不一样的一个情形。所以像什么无菜单料理，然后我这个金额这样定下来，那就可能会出现说我没有这个选择，因为它上什么菜我就吃什么。对，那这个就有差异。对，但是你记不记得哈？你记不记得？其实现在有很多的这个餐厅的做法是，你的一份，也就是说套餐的部分，它是多少钱？可是呢，因为它会取决于当天的这个菜色嘛，所以它当天的菜色的时候，他会先跟你讲说，你吃不吃鱼啊？吃不吃虾呀？什么东西？然后再把你这个所有的东西呢，这个加总了之后，是不是跟它的那个你的套餐的价格是不是？所以你其实并不是处在一个就是说无菜单料理的情形呢，是完全全然不知。我们看到大部分是这样子，那会不会有就是例外的情况？就是说你其实进去讲说我一个套餐是这个价钱，结果进去之后你发现说你除了这个吐司面包啊、bacon 啊之外，里面那个又是另外一种情形。就是说，因为将来法院在看的时候，他也会盘整个的事情的经过，然后从社会的标准上面去看说，这样的一个安排的情况之下，是不是对消费者很不公平？那否则的话，如果你觉得说，我平常吃一个菜呢，炒菜的话，炒芦笋也不需要780块钱，然后呢，现在来了一个炒芦笋的话，它就突然变成700块，因为有时候会牵涉到它的气氛、它的摆盘、它的，所以不能够讲说它是统瓜而论嘛，但是你要看当时的情况来认定说消费者他是不是被压榨，或者是牺牲掉了这个消费者的一个权益，或者是说有特殊的情况，比如说是食材啦，它还包括场地、精致服务、摆盘、烹饪方式、各种细节。那还有很多，就是它除了食材之外的所有东西都赢过人家，才可以变米其林嘛。另外一个呢，我们就是说回归法律面来谈的时候呢，因为像这个不管你是订餐也好，用餐也好，它这个所谓的这个法律上面的义务呢，它是相对的。也就是说，我给你钱，但是你是提供我餐饮的服务啊。那今天你既然不让我能够进去，虽然我只是迟到5分钟而已，然后我人也大部分到，只有一个人没到。那你不让我进去，那原来我订餐我都到的人，比如说我有10个人，9个人到了，1个人没到，然后呢，你就说，你把我的定金没收掉。那我请问你其他9个人的，你本来订餐的服务，我付了你钱，你不难道是应该给我服务？你不难道是应该给我餐吗？对不对？所以因为全员没有到齐，只有5分钟的一个情况之下，你就把你原来应该履行的义务呢，全部都封杀掉。你也不用服务我，你也不用把餐给我。那原来我付的钱里面含了那些的餐费啊，那9个人的餐费那到哪里去了呢？对不对？所以简单来讲，它就是说从这些的，从你这个
我们讲说双务契约啦，就是说我应该给你钱，然后你应该提供给我餐。那既然你今天呢不让我进去的话，那你的餐到底在哪里呢？对不对？所以你并没有履行了你那边该做的事情。所以这个为什么会让这个，我猜这个可能也是原因之一，就让这个消保官也好，或者是这个的讯息，就是说这个东西可不可以法律上面可不可以这样做，其实它还蛮明确的了。啊，只是说有些东西可能未必就像这个 case 那么明确。那其实有时候我们觉得无菜单料理它也有它的好处，为什么呢？因为食材我们知道它是随着季节，好，随着那个不一样啊，所以它是随着季节变动。那它没有这个菜单的时候，就是它的厨子还有这个店家呢，它可以按照用最新鲜的这个菜单提供你，所以的确它是有它的一个好处。问题只是在于，就是说，当你是无菜单料理的时候呢，怎么样子让你的这个料理跟你的价位，它是可以让这个消费者满意，然后店家也开心。这个就也是要提醒这个店家了哈。虽然就是说有米其林的光环是很好啊，因为它也会让大家趋之若鹜，但是呢，过度的有一些特别的这个规定出来呢，也不见得是符合这个我们的这个现行的法律规定，所以才会有这个事情呢。原来可能作为一个米其林餐厅，可能是很引以自豪的，但因为这样的事情呢，反而把原来的这个声誉打掉了，所以我觉得也不值了。所以这个米其林餐厅变成玩法律餐厅就不太好了。不过这件事我觉得还有几个比较细节可以来进一步请教。一个就是说，它最主要的关键是因为违反那个20%的上限，还是它这整个其实它这整个定价其实是不合理。它应该那另外它退还是退20%之外的那一段30%，因为退到30%，还是说它其实这全部的定金都该退？好，应该这样讲哈。为什么它会败诉的几率高的原因呢？是因为它违反了我们消费者保护法第12条里面，就是说它的定型化契约里面它的显失公平。显失公平就是说，你这样子定的一个约定呢，对消费者是非常不公平的。对，非常不公平，就包括我们讲说，说你全员没到，你不准进来。因为通常来讲，我们看餐厅是你大部分人到，他就会让你进去，甚至你一个到他也让你进去，他让你去，只要你付所有人的钱嘛。对，就算我今天吃不了，我可以打包啊，对不对？好，所以他的问题是出在他的定型化里面契约太严苛了。然后另外呢，一个我们讲说迟到5分钟，迟到5分钟，其实基本上来讲，我们讲说虽然准时是很重要，但迟到有时候呢，它就是我就是上菜了嘛，对不对？因为我们刚刚前面提到，它有一个我们叫双务契约，就是说你有付钱的，消费者有付钱的义务，但餐厅有这个提供服务、提供餐点的义务啊，所以你人就算没到，你把餐点提供，那你可以收全额的钱嘛，哈。所以它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出在显失公平，就因为显失公平的关系呢，所以店家呢，如果讲说，你在当初定位的时候，里面就有我的条款，你也看了我的条款，你也同意，所以今天我是按照跟你的约定去履行的。错，因为那个条款，因为消费者保护法第12条的规定，那个条款变成一个无效的条款，所以你店家就不能够用那个条款来请求，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刚刚前面提到定金20% 的部分，定金20% 部分呢，是因为这样子，它里面有提到呢，就是我们有另外一个，就是说定型化契约的应该记载。在那里面呢，他就有提到，就是你的定金的收取呢，不可以超过20%。对，其实很多的民众呢，对于这个东西不了解了，真的不知道。但是也很多的民众其实不会去计较这个东西，为什么呢？因为反正我最后要去付钱，最后要付钱的时候呢，我先付了一个定金，然后呢，我最后付钱就只有付余额的部分，所以大部分的民众呢是不会注意这个事情。那它只有在什么时候呢会变成很重要？就是当店家把你的定金没收的时候，它才突然变得很重要。对，因为你没吃嘛。对啊，没有服务到嘛。对，虽然我知道有这个规定，我也常常碰到，尤其是大饭店啊，对不对？大饭店他要你付50% 的定金，你不能让他说 no 啊，因为你跟他说 no， 他就说我不让你定位嘛。对啊，对不对？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了。对，其实我发现一般社会的店家跟一般老百姓其实也很难就知道这个条款。那另外我们会有个心态，因为假设这个餐很重要，对，这个会很重要，那我宁愿多付定金。为什么呢？因为我想确保
我的优先顺序。对，然后我想确保这个餐。那另外还有一个心态是说，反正我现在手上有钱嘛，那我先付掉一点定金，免得这个钱花掉。对，有时候要是吃饭，糟糕，现金花掉了哈。有些人会这样啦哈，就是会有这个状况。所以像这样的一个契约，其实我们要怎么去看待这个20%的？就是说，如果今天我这个订餐，然后我就超过20%，它是一律判断这个契约是违法失效，还是说其实没有那么严重？除非只有在要用到上法院的时候，它才触发这一条。对，应该这样讲嘛，哈，你在主张你的权利的时候，一定要有依据嘛，对，所以你在你请求的依据，第一个，如果碰到类似像小紫这样的情形的，你的请求依据一定第一个讲说显失公平，不可以，你吗？要么就是说要让我可以把完完整整的这顿饭给吃了啊，那要么就是说你把钱要退给我，因为你的这个规定呢是违法，对，它是显失公平，所以它是无效的。所以你不可以。如果你不给我吃饭，那你就要把钱退给我。所以你的第一个主张一定是这个。第二主张呢，就是说你退而求其次的时候，当你发现说，哎呀，比如说我们讲比较极端的例子，并不是说你迟到5分钟他不让你进去，而是说你通通都没到。但你通通没到，就以前曾经发生过的案子是说，因为确诊，对，因为确诊，所以不是你不到啊。是卫福部不让你出门，对不对？所以你就没有到。那在那样的一个情况之下，那你没到，然后店家把你的定金没收掉的时候，那时候你就讲说，你不能够没收我定金。你因为确诊，所以店家把你没收你的定金的一个情况之下，你那时候会主张说你不可以，为什么呢？因为你的确诊是不可抗力啊，你又不是自己为了不去吃饭，然后让自己确诊了。对啊，我是符合法规嘛，法律规定的。对，你是去符合法律规定，所以在那种情况之下，店家不可以没收你的定金。他可能必须要等到这个不可抗力结束之后，所以那个部分是法律也有规定。这个有点像那个旅游市井的时候，那个旅行社必须按规定退钱的概念。对，类似，因为他讲不可抗力，不是因为你造成的啊。可是我们另外用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就是你缴了定金之后，就决定说我就是不要去，因为今天我心情不好，我不要去啊。那你不要去的话，那你造成结果，店家也会有损失啊。是，所以店家要备餐、备菜、备料。备餐，对，没错。所以他可不可以把你的定金没收掉？可以。如果他合约里面有这样规定的时候，他当然是可以把你的这个定金没收掉。就算合约里面没有规定，我们法条上面也有规定，他是可以，因为是你违约嘛，所以他可以把你的定金没收掉，这个也是没有问题。但是这个时候另外一个问题就跑来，你为什么多收我超过20% 定金？我正想问这个。对，那超过怎么办？超过的话，你就会要求说，你不行，没收多过你20% 定金。可是店家会有什么样的花样呢？店家一定会来，因为大家都不是笨蛋嘛，那尤其是你有一个律师的好朋友的时候呢，你店家就会来主张说，但我的损害不止20% 呢。你让我备了这么多的食材，其实那天原来是有别人订，那我就可以这里面的获利的部分呢，比如说假设你供餐的部分，你的获利是10% 的话，那你不但少赚了那个10%，而且你的那个食材的部分，假设你的食材部分也超过他收你定金的50%，比如说那食材非常新鲜，有龙虾、有鲍鱼、有什么东西的话，那他可以被主张他的权利，可以，但是他请求权利的时候，不是按照他跟你的合约的规定，而是回归到民法上面有规定，因为你违约的情况，你造成对方的损失的时候，你要负损害赔偿责任。所以其实这个就回归到损害赔偿，就不能在定型化契约上面了。定型化契约它通常也会规定了 ，OK， 但是如果没有的话，对你还是可以回到法律上面的法条上面的规定。那有一些定型化契约呢，他律师比较狠一点的时候，他可能会讲说，你定金呢只能够当做你的惩罚性违约金。惩罚性违约金是什么意思呢？惩罚性违约金是外加的，因为那个违约金是他要惩罚你比如说我们简单来讲的话，如果这个损害呢，店家的损害，因为这个定席的人呢有个人的一个因素，比如说这个跟男朋友吵架啦，或者怎么样，就是说他不要结了，或者是他不要这个单身趴了，对，他就不去，像那样的情况之下，然后呢，
这个店家呢，就那天你定了型，然后你没有去，那店家呢，他就会回来跟你讲，你要赔偿我这个损害赔偿嘛。可是他跟你的合约假设你的那个店家呢，在他的合约里面讲说，你的惩罚性违约金就是你的定金的话，假设是这样的话，那你的定金，刚刚我们用小指的例子来讲，小指的例子定金不是5万块钱吗？他的餐费不是10万块钱吗？那小指呢，它会变成他的5万块钱的定金呢，变成惩罚性的违约金，也就是它是外加到店家的这个损害上面，也就是说是假设他的损害是10万块钱，对，举例，那你的惩罚性违约金如果是5万的话，那他就会跟你要15万。哦。它是外加上去，它叫惩罚性违约金，所以观众朋友特别注意哦。我惊呆了。观众朋友特别注意，所以当你在看合约条款的时候，看到违约金跟看到惩罚性违约金，它的法律效果是不一样的。所以加这个惩罚性很恐怖加这个惩罚性，就是说这个钱呢是我要惩罚你，你违约，这个就没有上限了。对，它没有上限，但问题是说你在整个签的过程当中。消费者有没有一个可以谈判的筹码？如果他是回到定型化契约的话，定型化契约里面还有别的规定，就是说合约的解释呢是对这个拟约的那一方不利。对，所以你还是要回归到各个案子里面它实际的这个情况来决定。所以这如果到诉讼端的话，还是法官会依据整个这实际的整个状况，他一定会，就是说你有没有谈判的筹码，然后谁是比较强势，谁是比较弱势，全部都会纳入考量。对，但是我还是要提醒就是说你看到任何的文件上面看到惩罚性违约金，它就是外加的。所以惩罚性3个字非常重要，非常重要。那如果你讲到那个损害赔偿，如果你讲说这个违约，如果你没有特别讲这个惩罚性违约金的话，那他会把它推定成就是你是损害赔偿的这个违约金。那所以如果你是店家，你要外加，我们其实看到也不止店家了，比如说房东跟房客之间其实他也会有这个租约的约定。对，所以就是提醒观众朋友，惩罚性违约金跟损害赔偿违约金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我跟你讲应该你最好记的一个方式就是这样子，就是什么叫损害赔偿？损害赔偿就是你有损害才有赔偿。对，所以赔偿的金额呢是取决于你到底受多少损害。对，那你可不可以就是说事前约定你的违约金呢？当然可以，因为你就不用举证嘛。不像如果你只是讲说，损害赔偿的违约金，到时候到法院那边你要证明，就说，你看我有这个发票，我有那个发票，然后加总起来，然后它是多少钱，对不对？那有时候当事人会觉得这个很麻烦，就干脆你在合约写的时候就直接讲说，万一你没有履约的时候呢，你的违约金是多少？如果像假设我们讲说这个餐饮的部分呢，假设这个店家呢就讲说是原来的费用就是你的这个，比如说10万块钱，他的餐费10万块钱就是你的损害赔偿这个违约金的话，那到时候呢，店家需不需要提供单据给你说，你看我受到这样的损害？不需要，因为有签约了，因为约定了，我们就是定这个金额那否则的话，如果没定这个金额，损害赔偿的那个违约金在计算的时候呢，你不能用10万呐，因为你省了食材啊，食材也要钱呐，对不对？所以你的食材的部分呢，假设它是食材部分，假设它是4万块钱的话，你只有损失6万块钱。这个是损害赔偿预定额的概念，就是说你将来不用举证了你只要原来预定，双方都同意说，如果你不秀的话，那我的损害就是这样子的话，那他就可以直接执行，不需要说我去拿单据出来证明。可是，当你的文件上面讲说惩罚性违约金的话，那个惩罚性违约金呢，它就会变成外加在你的损害赔偿。比如说，它有预定额的部分，它就是6万加5万，它就变11万那如果说你没有预定额的部分，然后将来呢，店家提出来单据，只能够证明说他有4万块钱的损失的话，那就是4加5就等于9。所以这个很大的一个差异啊。对，好，差3个字差很多，差3个字差很多。所以大家以后呢，不管是吃饭啊，各种签约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这个惩罚性违约金，它是完全外加的跟损害赔偿不一样对，然后损害赔偿分2种，一种是你就直接讲说违约金那违约金如果你没讲金额，
你就是到时候按照实际上面你能够证明你有多少损害。那就是球场，那另外一种叫损害赔偿预定额预定额的部分呢，就是说我将来不用证明了啦。如果你有违约的情况之下呢，我的损害就是我们刚刚不是举例说对，就是列清楚了，对，就是这样，就明定，那你就只可以请求那个金额。好，所以差很多。好，这定金被没收要小心，它是不是惩罚性违约金啊？好，我们今天民法典呢，我们就聊到这里了。好，那最后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啊，那留下你想要看的这个问题或者是留言呢，让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哦。你希望我们讨论哪一些法律的知识呢？那我们今天谢谢委员，谢谢历史哥，谢谢观众朋友的观赏。好，那我们就下一期再相见啦，拜拜，拜拜！一定要给我们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影片说明栏中记得去把它订阅起来哦，记得追踪哦，每周都会更新一集哦。那我们呢就在民法典上见喽，拜拜。